果然，像火力军预料的那样，看到瓦格纳在乌克兰战场的成功，俄罗斯这边有人要模仿了。随着巴赫穆特的战事基本上接近尾声，毫无疑问，瓦格纳雇佣军在这片战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作为瓦格纳集团的所有者，这位普京的厨子可谓是风头无两。而现在有人想要一起抢肉吃了，也许将为俄罗斯埋下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。根据多家西方媒体的消息，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创建自己的私营武装公司。目前，俄罗斯副总理已经签署命令，同意了这项计划。在新成立的私营武装公司中，俄气将占据70%的股份，拥有绝对控制权。目前，俄气还没有对这件事进行回应。火力军因此联想到一个可怕的后果，当然，这个后果是对俄罗斯来说的。这说明俄罗斯国内局势正在迎来巨变。普里戈金和小卡德罗夫的风光无限，已经让俄罗斯潜在寡头眼红了。有些人也想上前分一杯羹。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拉垮的俄军战斗力，火力军已经不知道吐槽了多少次。咱也不知道俄军是怎么做到既强大又拉胯的。不仅未能像所有人预料的那样闪击基辅，然后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，反而让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，伤亡数据更是超过了10年阿富汗。为了挽救俄军在乌克兰的惨败，俄罗斯开始动用私人军事力量，瓦格纳集团便是其中一个。不得不说，瓦格纳集团的出现迎合了俄罗斯的需求，一方面弥补了俄军兵力的不足，因为随着西方国家的深度介入，这场战争久拖不决，俄罗斯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消耗日益增加。瓦格纳雇佣兵作为第三方力量加入战场，俄罗斯只需要支付费用就行，既弥补了军力的不足，也减少了花费。而另一方面，瓦格纳可以做一些俄罗斯不方便做的事情。近些年，瓦格纳一直活跃在数十个国家，开展亲俄宣传，拓展俄罗斯在外的影响力。俄罗斯那些不方便做的事情，基本上都是让瓦格纳去做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场战争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，俄罗斯都有可能沦为一个政治、军事都不再强大的国家。因为这场战争消耗了太多了人力和资源，再加上不会立即取消的国际制裁，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已经决定了俄罗斯的未来。每逢乱世必有豪强，这就是俄罗斯将要面对的。这场战争给了瓦格纳崛起的机会，现在这支准军事集团正在乌克兰战场向俄罗斯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为了夺取巴赫穆特，瓦格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但也能明显看出来，瓦格纳丝毫不在意士兵的伤亡，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监狱征召而来的囚犯。这些非正规部队能不能扭转俄罗斯的困境，火力军无法预测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一定会为俄罗斯的未来埋下隐患。长久以来，俄罗斯内部的治理结构和内讧问题一直为外界所诟病。俄罗斯多次换帅也说明了这个问题，因为换帅的主要原因就是总指挥无法调动自己体系以外的军队。在苏罗维金担任总指挥的时候，将主要战场定在了赫尔松，并且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大规模袭击。根本原因是他是俄军南部军区和空天军的总司令，只能调动这方面的兵力，至于其他兵力不听他的呀。而这个瓦格纳集团同样是以独立形式存在的，表面上这些雇佣兵要服从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指挥，但实际上各有各的主意。尽管瓦格纳只是一个雇佣军军团，但无论是装备、训练还是战斗意志等方面的水平都非常高，在乌克兰战场更是屡建奇功。也正是因为自己的军队在乌克兰攻城略地，所以普里戈金也开始膨胀，他的政治军事实力正在快速提升。尤其是在去年乌军开启反攻之后，俄军在哈尔科夫进行所谓的战略大撤退，让这个第二军事强国颜面尽失。独立于俄罗斯正规系统以外的两个军头小卡德罗夫以及普里戈金，借此对正规军和国防部一众高层极尽嘲讽。这种近乎直白的野心显露，必然引起俄军高层的不爽。久居高位的他们绝对不允许一个强大竞争对手的出现，所以俄罗斯国防部开始有意淡化瓦格纳的功劳，但这让急于表现的普里戈金非常恼火。
瓦格纳在啃下了索雷达尔这颗硬骨头后，普里戈金更是直接表示，是瓦格纳独自拿下了索雷达尔，与其他部队没有任何关系。普里戈金更是现身一线战场，为自己的士兵鼓劲，并且还公开表示，如果能够允许瓦格纳再次增兵3万，那么他就有把握尽快拿下巴赫穆特，甚至还直接点名道姓的批评国防部以及绍伊古，指责国防部无能并且抢攻。此举可以说是无情嘲讽了俄国防部下属的正规军体系，干啥啥不行，打仗还得靠瓦格纳雇佣兵。这也让有些人觉得这支准军事部队将成为俄罗斯另一支劲旅。这次公开矛盾的爆发也说明双方之间的分歧已经出现好久了，而普里戈金也绝对不仅仅是个军事商人，他在国内必然也有强大的政治背景，所以才敢和国防部公开叫板。这一点从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和装备就能找到依据。此前，瓦格纳主要招募俄军退役士兵，而现在则是从监狱招募，并且已经成为雇佣兵的重要来源。瓦格纳集团的装备十分豪华，甚至比俄罗斯正规军还豪华，有自己的装甲部队与炮兵，还有自己的空中力量、防空部队与电子战部队，据说还装备了 T90 主战坦克。这一点没有俄罗斯政府的默认，单靠普里戈金是无法完成。显然，在俄正规军与其他选项之间，普京心中的天平出现了倾斜。普里戈金在巴赫穆特的成功，更激励了俄罗斯国内的其他势力。在西方国家宣布援助先进坦克之后，就有俄罗斯能源相关企业站出来表示，谁能摧毁或缴获首辆西方原武坦克，就奖励500万卢布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俄企计划建立私人武装似乎是一个转折的信号，这或许是俄罗斯无可奈何下做出的决定，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，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私人武装或者雇佣兵集团，说白了就是花钱请人打仗，用这些武装去非洲赚钱也就罢了，如今还要用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这完全就是在玩火。因为现在的俄罗斯拥有越来越多能与其他军事机构平行的武装部队，这些部队正在形成非常复杂的局面，也许更大的问题会在战后出现。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俄罗斯需要更多的炮灰，然后将它们扔进乌克兰绞肉机。其实，早在战场爆发之前，俄罗斯正规军和雇佣军之间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。瓦格纳更像是国防军的一个分支，这在俄罗斯权力机构内部造成了巨大矛盾冲突。像瓦格纳这样的私营军事公司，严格来说，在俄罗斯是非法的。但在过去20年里，俄罗斯越来越依赖这些公司，将作为摆脱外交政策困境的白手套。例如，在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方面，又或者是为俄罗斯黄金、钻石交易护航，以此减轻西方制裁的不利影响。早期瓦格纳招募人员一般来自俄罗斯特种部队或早期私人部队。瓦格纳的负责人，也就是餐馆老板出身的普里戈金，也被称为普京的厨师，本人也是劣迹斑斑，曾因盗窃、抢劫和欺诈坐了10年牢，还因干扰美国大选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通缉犯。但在普京的支持下，普里戈金建立的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已经成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延伸。而战争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，普里戈金在俄罗斯拥有特殊的地位，比失宠的俄罗斯高级军事指挥部有更大的活动空间，还能自由宣传他自己和他的武装力量，甚至还可以批评俄军高层或正规军，完全不必担心遭到清算。除了瓦格纳集团以外，俄罗斯还有一股军事力量能与正规军掰手腕，那就是车臣共和国。有些人还给小卡德罗夫起过一个外号，称其为卡路山，意思是一旦其脱离普京掌控，就会变为安禄山式的军阀，给莫斯科以致命一击。无论是小卡德罗夫还是普里戈金，都被视作普京的禁卫军，这似乎是普京自信能掌控局势的根源所在。即使两人与俄国防部爆发矛盾，普京也可以居中调停，但地方割据势力乃至雇佣兵集团都能对国防部指手画脚，怎么说都是危险的。
除了这些明面上的禁卫军以外，在乌克兰被占领的领土上，还有新的私人武装力量正在成立，显然是得到了某种授权，这让第二个类似于瓦格纳的机构发挥作用。这是普京最喜欢的策略，可以让权力在不同势力之间的争斗中得到加强，但建立更多的准军事团体肯定会产生新的武装权力中心。俄罗斯的内部因素导致战场大量使用雇佣军团，但凡一个正常国家的对外战争依赖这些人，基本毫无前途。对于雇佣兵的使用不是不可以，关键是正面战场还是应该出动正规军，雇佣军只是用来干脏活的。如果正面战场也依赖雇佣军，那这个国家不知道衰落到什么程度了呢？然而，俄罗斯并没有削弱这些非正规军的力量，反而准备继续复制这种做法。目前看来，这些武装力量是俄罗斯国家力量的补充，但毕竟属于私人军事力量，始终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。车臣首领卡德罗夫有自己的车臣部队，俄罗斯国民警卫队似乎也在独立行动。即使在政府内部，各部门也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人员、武器和其他资源。车臣人有武器，内务部有武器，国防部有武器，克格勃有武器，甚至是罪犯也有武器，每个人都有武器。国力强盛时还能控制，国力一旦衰弱，私人武装很可能会成为祸乱之源。这种地方豪强以及雇佣军，下一步就可能发展成军阀割据。一旦俄罗斯战败，那国家分裂就是时间问题了。如果俄罗斯继续放开限制，允许境内各大势力建立自己的私军，其后果难以想象。当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陷入军阀割据，周边国家恐也难以安稳。战后的俄罗斯很可能回到1917至1918年的局面，政治势力将由武装力量的强弱决定。那些战败后幸存下来的人将带着他们的机枪回到莫斯科，那时的政府和军队会瓦解成相对独立的团体，而且可能都是互相谁也不买账的武装阵营，而这就是俄罗斯可能要面临的最严重后果。你们觉得俄罗斯战败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有没有可能出现军阀混乱的局面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